嗨，大家好，我是熬夜，陪你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那么今天呢，已经是2025年的1月份了，所以呢，就特别做一集有关于2024年的自己本身的这个投资组合的一个总结吧。到底呢，我的这个组合获利了多少？然后呢，我自己本身的这个获利的法则跟逻辑是怎样子？还有包括呢自己的一个未来的规划，还有这一个未来的一些机会，想要透过这个影片和大家分享。所以看完这个影片之后呢，你将会学习到非常多干货的这个内容，包括呢我的一些投资的这个获利的这些法则，然后呢怎样去看这个股市，怎样去看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不管是宏观还是这个在选股的时候呢一些启发。那当然今天所有的这个内容啊纯属这个教育用途，并非投资建议，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投资有风险入场要谨慎。那我们话不多说，马上就来和大家分享我的2024年的这个投资总结，以及我的这一个投资组合到底是什么样的。好，那这边呢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2024年的这个投资成绩到底是长什么样。那基本上呢，目前呢我们的这个组合呢已经积累到了差不多40万美金。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投资组合。那基本上呢，其实我有好几个这个投资账户，那这个是其中一个。所以呢，这个其中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它这2个月的表现呢是有42% 的这个增长。所以还算是一个蛮不错的成绩，是有战胜了这个标普500的这个大盘。因为我记得呢，这个大盘呢，差不多它的这一个回酬呢，是去年我们看一下，它是24% 而已。然后呢，我们是已经有战胜它差不多10多%这样子。那去年同样的，我们也是有一个40多%的这个成绩，所以还算是蛮不错的一个成绩吧。那当然我的投资组合也有其他的这些市场的股市，等一下也会和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为什么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获利的一些关键吧。OK， 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要投资在对的这个市场里面，这个是我一直认为的一个事情。那首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到底全球有那么多的市场，哪一个市场才是值得我们去投入它的这个回酬呢？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它的这个胜率是比较高的。那我可以看一下这个 JP 摩根的这个报告就有显示不同的这个国家，他们的这个 GDP 成长跟他们的这个就是资产的这个回酬。那相信很多的人呢都会一直以为呢，就是 GDP 增长的话，那股市就一定增长。那其实呢，从这个报告当中我们就发现到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那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蓝色呢就是这个资产的这个回酬，然后呢这个是 GDP 的这个增长。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资产的这个回酬呢，这个美股呢相对来说比起其他的国家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OK， 那这个是自2000年的这个数据到现在为止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看到虽然这个美国的 GDP 没有太多的增长，可能就有一个 2% 到 4% 左右每一年就平均值，但是呢它的这个资产的这个回酬呢是超过了 10% 的。那这个原因呢其实有很多种原因那第一个可能就是美元霸主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全球的这个股市呢，资金最喜欢流进去的那个地方呢就是美国。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美国占据了全球的股市超过了 50%， 就有一半的这个资金呢，它的钱是流进美国股市那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全球很多的这些科技公司，那些大公司他们都喜欢在美股那边上市，所以呢就聚集了很多的人才，聚集了很多的这个资本，所以自然的它的这个资产回报呢相对来说就会更加高一些。那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会说那个其实这几年来那个台股成长的其实比起标普500来的更加好，的确是这样子一个状况。那我相信如果你自己本身有投资这个台股大盘的话，那你的这个回酬呢是超过这个美股的这个大盘的。这几年当然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投资要看非常的长期的嘛，所以呢这边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期的这一个数据。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自应该40多年来啦，okay， 那这个是不同股市的比较，那这个是美股的这个回酬，那这个是台股的回酬，然后这个是港股的回酬，这个是马股的回酬。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长期之下呢，这个标普500呢它的回酬率是比起其他的这个市场来的更加的高的。那的确近几年这个台股呢它是超越这个美股大盘相当的厉害，所以呢也恭喜各位呢是有投资在这个台股的就是观众们。 OK， 那 anyway， 那我自己本身最多的这个市场也是在美股，因为美股这些公司都是我比较熟悉的公司，所以我就没有在台股的这个市场里面
做这个投资。而且呢，我也觉得就是长期来看，我还是比较看好这个美股的，就是像刚刚我提到的这个原因，因为美股比如说这个标普500，这500家公司里面啊，他们有一半的业绩呢是国际化的，就是呢他们并不依赖单靠这一个自己本土的那一个营收而已。但是呢，台股啊，我们可以看到它大部分这些市值比较高的公司呢，他们都是半导体公司，然后是高端这个芯片制成的，所以呢，他们的客户啊，其实都是那些巨头，就是美股了这些大巨头们。所以如果美股受到影响，台股我觉得它受到影响了也不会小。所以呢，这个是我的一个观点，就和大家做这个分享。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投资在这个科技浪潮里面，就是我的这个获利的这个原因。那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在过往2012年到2024年的时候呢，这些科技巨头他们的这个投资回酬呢，是每年呢是有年化25%的这个增长的。那当时候其实我都还没有太多接触这个股市，但是现在我已经接触得非常的深了，所以呢我就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感知跟这一个知识，所以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OK， 这个也是数据特别和大家做这个分享。那第三个关键获利的关键就是这个现代价值投资的策略。那基本上呢，这个现代的投资策略呢，就是呢完整系统性的一个投资方式，就包括呢怎样去选股，怎样去操作，怎样去开户，怎样去选对的券商，去降低自己的成本，还有包括我们要怎样去做资产配置，去打造自己的这个投资组合，这样在这一个牛市的时候呢，可以有不错的这个回酬，在熊市的时候呢，也不会伤得太严重，可以懂怎样去保护自己的这个组合，然后呢也有被动收入，因为有一些投资者就是喜欢赚一些被动收入，其实基本上我自己本身也是有一部分的这个仓位呢是赚这个股息的然后呢，因为我觉得我的这个财富还算已经蛮不错了，所以呢，我就希望可以自己感受一些那个被动收入的感觉，所以我也是有这个被动收入的这个系列。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代价值投资策略是非常有效的，不只是在我身上而已，还有包括我们的学员。那我们这边点这个我们的这个投资社群给大家看这个学习的这个心得，或者是投资表现分享给大家看，这个大家真实的一个状况。点看随便一个学员，他有增长了70多个%，这个还蛮厉害的。然后我们再随便点一点来看，这个回抽也是有超过30%，还会跟他请他拿一个截图这样子。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没有写，有一个40%，然后这边他还给了这个截图，明明就50多OK， 然后我们再看其他的截图，这些人也增长了50多个%，还有这一位呢是19.6%，然后10% 这样子，还算不错。10多%，然后这位先生是也有增长2万美金，近期他加入之后，这一位是20%，然后我们直接看有图的好了，这一位也是30多个%，所以大家的成绩还不错。像这位Mr. Ching 14个月的投资心得，他的这个业绩的确是非常的棒的，这边增长了90多，这边增长了20多。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见证可以给大家看得到了。Anyway 我们回到了今天这个影片的重点了，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用这个价值投资策略是非常有效的，然后很多学员也达到了这个100万的这个资产。OK， 那我这边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投资逻辑和这个获利法则吧。那这边可以让你学到很多东西。那首先呢，我要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到底驱动投资回报的原因是什么。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报告，那自2011年到现在为止呢，这个驱动标普500的这个回报呢，大部分呢是来自于这个 PE multiples， 这个 earnings per share， 还有 dividends， 还有 buybacks， 这几个部分呢就是驱动这个投资回报的这个原因。这边就来一个一个和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 PE ratio 的这个增值。那 PE 基本上呢就是大家对这个股票的一个估值， PE 越高就代表越贵， PE 越低就代表越便宜。那当然你要怎样做比较，就是要跟你的同行做对比，跟它的这个成长的前景来做一个预计这样子。那如果呢今天你买的这个 PE 原本是1，那它如果变成 PE 2的话，就代表它增长了100%。所以呢 PE 的增值呢就是驱动这个投资回报的其中一个原因。
那等一下会更加详细的讲解。那第二个呢，就是股票回购。那其实现在很多科技公司都一直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那回购股票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基本上它会影响它的这个 EPS 的增长。EPS 就是每股盈余。那如果今天公司回购股票之后，它的这个每一个股票的数量变少，那它的这个盈利呢，计算进去这个股票的这个数量的话，它的这个 EPS 呢就会增长。那第三个呢，就是股息。很自然的，你派股息你就得到那个收益了，所以也算是一种回报了。所以基本上呢，这4种东西呢，就是驱动你的投资回报的一个原因。所以呢，我们要先了解之后，我们才知道怎样去正确的去获利。那首先呢，我们第一个来看看就是第一个就是那个 PE ratio 的增值。那怎样让这个 PE ratio 增值呢？第二个方式就是这个通货膨胀。如果今天呢，这个股票这个公司没有赚太多的那个钱，它每年都保持同样的那个 earning， 同样的这个盈利，但是呢，通货膨胀发生，那钱变多，所以呢，买的东西变贵，那这个价格就会变高。那价格变高，但是呢，这个盈利增长还是保持平平的水平，所以同样也会让这个 PE ratio 增值。那这边呢，也和你分享一下什么叫做 PE ratio 增值。那我们就直接看这个标普500这个美国大盘的这个 PE ratio 的状况。那如果我们选这个20年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那你可以看到，自从2005年到差不多2015年的这个区间呢，它的 PE ratio 呢都是在10多，差不多17、18这样子徘徊。但是呢，到了差不多2016年开始，它的这个 PE ratio 呢一直都在20多的这个水平，一直到现在呢也是差不多20多的这个水平。所以如果我们选择10年的这个区间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高位呢是在多少？高位呢是在29的这个水平，然后低位呢是在20的这个水平，平均值呢差不多是 24.9。也就是说呢，现在目前标普500的这个平均的这个 PE ratio 呢是 24.9， 那过往呢是在10多，那现在已经变成了 24.6， 代表说呢，它的这个营收呢其实增长还好而已，但是呢，这个价格反而变高了。那个通货膨胀除了发生在这个我们的物价以外呢，也发生在美股的这个股市。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这个 PE ratio 是30，然后呢，如果预计未来的这个 EPS 来进来的话，2025年年尾的话是23的这个水平，就特别和大家分享。所以说呢，这个 PE ratio 的这个增值呢，也是同样也会驱动这个股价的这个上涨。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市场情绪看好某一家公司的时候呢，也会很多人投入，那就会推动这个 PE 估值的这个增长。比如说现在的特斯拉，它的 PE 的估值呢是100，那以前你在它 PE 估值差不多50的时候，因为你买入，那现在推到100，那你就获利了嘛，对吧？但是呢，就是市场情绪看好的时候呢，大家就会推高那估值，那估值相对来说就变得更加的贵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估值比较低估的情况下时候买入呢，然后在高估的时候卖出，那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回报了。同样的还有第4个重点，就是为什么推高这个 PE ratio 的这个价值就是有资金流入。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近期的这个全球的这个流动性的这个循环。我们现在是2025年开端嘛，那基本上在2024年开始就开始启开了这个降息的这个循环了。然后呢，其他的国家，美国降息，其他的国家也开始有一点降息了。所以呢，降息的情况下，很多的资金就开始变得比较这个充裕了。所以充裕的情况下呢，也会推高这个整个股市的这个估值的。因为呢，在这个流动性比较宽松的时候呢，借贷成本就会相对比较低一点，然后呢，很容易的就可以获取贷款，所以很容易的推高这个资产的价格。然后如果流动性比较紧缩的时候呢，这个借贷成本就比较高一点，就很难借钱，所以呢，很多的这个价格就会比较容易下跌，因为呢，大家都不敢借钱，不敢买东西，所以呢，这个消费就会比较局限一点。那目前呢，我们进入2025年呢，已经是这个降息循环开始不久，但是呢，美国经济目前呢还是比较热一点，所以呢，这个降息循环可能就还是会进行，但是呢，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快。好我们讲完了这个 PE ratio 的这个增值是驱动回报的第一个原因主要就是刚刚我和大家做这一个解释。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股票回购啦为什么股票回购会这个驱动回报呢？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公司它去买自家的这个股票，
那他买了这个股票之后，这个流通在市场上的这个股票数量就会变少。那数量变少，我们就要用这股票的数量去计算每股盈余。因为呢，这个盈余就那么多，但是股票有很多，股票的数量变少，这个每股盈余就会提升就是 EPS。大家每次投资会看它 EPS 多少，所以呢，当 EPS 提升的情况下呢，这个 PE 的这个估值呢也会降低，所以呢就会看起来这个股票呢更加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来投资它。那第4个重点就是因为公司买自家公司的股票嘛，所以他有钱去接自己的公司的盘，所以也可以起到一个稳定股价的一个作用。那这边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苹果公司。那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苹果呢，其实在过往几年它的销售增长呢已经是非常的缓慢了。2022年的时候只有增长7%。然后2023年呢是有点下滑的，到2024年也是只有2%。但是呢，我们去看一下它的股价，这几年呢还是涨了很多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其实呢除了那个 PE 的这个估值提高以外呢，更重要的是它有做这个股权回购的这个动作。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share outstanding， 也就是呢流通在市场上的这个股数。OK，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股数呢都在逐年的减少，就代表呢它不断的每年呢都回购2%、3%，甚至到5% 的自己公司的这个股票，所以间接性的就可以提高它的这个 EPS 每股盈余。然后呢，他用自己的公司去就是可以接那个盘，所以就顶住那个股价，所以大家也会对这个苹果公司的这个股票比较有吸引力，去愿意去做这个投资这样子。所以呢，这个股票回购呢，也是驱动一家投资回报的其中一个原因。那来到了第3个原因，那就是 EPS 的增长。那到底是什么驱动这 EPS 增长呢？大家就要了解。那第一个呢，就是公司的营收增长。那营收增长呢，就会推动它的净收增长。那大家这边要分清楚，营收跟净收是不一样的。净收是扣除完所有的成本，给完所有的税务之后，所有的开销之后所净赚的那一个钱。而 revenue 呢，是我卖出东西之后我的那个销售额。所以呢，公司如果它的这个销售额增长，自然的也会提升它的就是净收的这个增长。因为呢，你卖的东西越多嘛，就是不可能东西越卖越多，但是赚的钱没有多，那个这样这个生意模式就不好了。OK， 那第2个推动 EPS 的增长，刚刚就有提到股票回购也是会推动这个 EPS 的这个增长。然后第3个重点呢，就是如果公司今天保持同样的这个营收，但是呢它就降本增效，就是考掉一些人，然后呢就是保持同样的那个业绩，用 AI 等等的，那同样的它可以降低这个成本，但是呢它保持同样的这个营收，也会让它的净赚呢提高的，所以也是会提高它的这个 EPS 的这个增长。那这边我们就来看一下，举一个例子 OK， 比如说这个英伟达。那我们看一下它过往的这个业绩，那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 AI 元年的爆发，2021年的时候业绩增长了50多%， 2022 60多%， 以此类推一直在增长。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 EPS 原本只有 0.11 而已，涨了1倍，然后呢又涨又再涨，到现在呢已经变成3块多每股盈余了。然后未来呢可能就会变成4块多、5块多这样的一个数字，所以营收的增长呢会带动这个净收的一个增长的。所以呢以上呢就是有关于 EPS 增长的这个原因。 OK， 所以你在选公司的时候你要去看这些东西，对吧？那第4个 OK 驱动回报的原因当然就是股息。股息就太简单，就不用解释就是公司发放一部分的这个盈利给投资者，你收到的那个钱就是你的投资回报了。 OK 但是通常情况下公司派息的话有时候一些股息呢它是有这个股息税的因为如果你投资其他国家的这个股票是有派息的，可能就会有股息税的但是呢它可以让你就是可以稳定获取那个现金流，所以还算是不错的一种投资方式OK 但是你就不能够要求太高的这个回酬了基本上呢我们也特别有做了一个这个台股月配息的 ETF 的组合。那台股呢其实他们有很多 ETF 非常的厉害，他们呢是可以透过这个资本所得，然后呢就是卖掉增长的这个资产，然后呢把那个卖掉的钱呢就分给他的投资者
而不是纯纯的就是投资那些赚股息的那个公司而已。那相对来说，这样的一个回酬呢，会比起就是投资股息股的那个组合呢来得更加的高了。所以呢，我们也特别就有弄了一个台股月配的这个 ETF 的这个组合。好，以上呢就是有关于这4个就是怎样去在这个股市里面获取回报的一些逻辑，就特别和大家分享。那现在呢，就来和大家分享我自己本身的这个投资组合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的期待，讲了那么多跟我分享你的组合吧。 OK， 那这边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买的时间点跟你买的时间点是不一样的，我买的那个估值那个价值的空间跟你买的价值空间是不一样，所以你不能够看我的这组合然后直接复制，是不可能达到跟我同样的那个效果的。 Alright， 所以呢一定要学会怎样去评估那个公司的股价。 Alright， 所以这边就和大家来做一个分享。那基本上呢这个是我的整个投资的这个权重，有非常多的这个组合，我们就分享比较大的一些公司吧。基本上呢，我的这个美股的这个仓位呢，就占了差不多60多%，是最大的这个仓位。ETF 也是这个美股里面的，所以算是有一个接近70% 的这个组合。然后现金呢就有6%，就是没有任何投资的，然后其他股票就是其他的股市，马股还有这个港股。 OK， 然后呢这一个加密货币呢基本上也有10%。加密货币我没有投资太多在比特币或者山寨币等等的，我大部分呢都是在稳定币。那稳定币呢，因为他们可以赚那个利息，所以我就每年领一个差不多8% 9% 这样的利息，我就心满意足了因为加密货币的这个水很深OK， 所以呢我只是把它当做一个稳定币赚利息这样子的一个操作而已。 OK， 好，那这边呢也和大家分享就是美股的一些就是仓位吧，所以我们也特别做了一个这个就是可以管理自己的这个仓位的一个东西。那我们就直接去看我的这个投资的分布比例吧。那基本上呢有40%呢我是打算放在这个趋势成长股，然后40%呢是在这个成熟成长股，然后10%呢是比较有潜力的比较小型的成长股，然后10%呢是股息股或者是这个 bond， 就可以赚取固定收益的。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我的组合是比较激进一点的，所以波动性呢相对来说也会更加的高。但是我还年轻，我今年才30岁，我可以hold很久很久的一段时间，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太过害怕，因为我知道长期之下呢，只要你选对这个市场，选对这个赛道，选对这一个趋势，那你的这个财富也会就乘风而上，跟这个浪一起就是增长起来。所以呢比较大的仓位就有这个特斯拉，然后有这个英伟达，然后这个台积电，还有比较大的应该是苹果，然后这个 Microsoft 这个谷歌等等的这些企业。那基本上我会把它分成这几个类别呢，是因为有一些是已经比较成熟的这个公司，比如说很像 Meta， 比如说很像谷歌，他们的这个营收呢已经是比较可以稳定预计得到，分析师预计的时候也不会差太多所以我投资反而就比较安心一点，因为他们是盈利又稳定，然后呢又赚很多的钱。虽然他们可能跟这个趋势浪潮有时候会抓得到，有时候抓不到，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他们已经就是大者恒大，他们持续的在扩大，所以我只是跟着他们，就是也会得到一个不错的这个回酬这样子。然后呢这个趋势成长股基本上呢就是它在这个趋势里面是有关的，比如说很像现在是 AI 的趋势，那这个英伟达提供算力的，提供这个芯片的就相关，这个台积电也是这个提供算力背后的那个就是合成商制造商这样子，所以它也是相关的。然后特斯拉就是这个人工智能最前沿的这个企业，又有自动驾驶，又有自己的这个 AI， 又有这个新能源等等的这个业务，所以呢相对来说它也是在这个趋势成长里面，但是呢它的这个波动性会非常的高，然后他们的估值呢也相对来说会比较不稳定，所以呢我在投资的时候我一定要在比较合理的这个价格之下我才会去投资他们，我不会现在去买这个特斯拉，因为很贵对吧所以呢我们就投资的时候就要以这样的一个价值的一个角度去做这个判断。然后10倍呢就是这种公司比较小一点，但是它可能估值就很低，或者是呢它比较有这个增长潜力，所以增长起来是比较有爆发性。
但是同样的，他们的这个波动性会比起这个趋势成长一些比较成熟的公司来得更加高一些。所以以上呢就是我的这个投资组合的一些占比和大家分享。那现在我有大部分的这个组合呢都是在赚这个固定收益的，比如说这个 USDT 就占了 10%， 然后还有其他这些都是股息股，都是固定派息的。所以我是打算来把更多的这个部分呢，就是移到这个趋势成长股里面的。所以这边就特别和大家做这个投资组合的一个分享，这样子。好，那总结一下，我2024年的最大赢家跟最大的输家到底是分别是有谁？这边就先分享一下我们的最大赢家是谁吧。那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特斯拉了因为呢特斯拉在2024年的时候，川普上台之后呢就暴涨了，就差不多涨了接近 100%那我在差不多股价274的时候呢，就有平仓一些，就锁定一些利润，因为我觉得它的目前的这个估值呢，相对来说是非常的高的。Alright， 然后这边也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特斯拉其实我在2023年的时候就有持续的去购买的，去建仓的，所以现在就有平仓了一点点这样子。OK， 那并不是我在2024年的时候看着大家买，然后就跟着买的那个状况。OK，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SoFi， 那 SoFi 其实呢就占了我的这仓位差不多 3% 左右吧，所以当时候买入到现在有涨了差不多120%这样子然后呢我就有把它卖掉了，就卖掉了差不多 30% 的这个持仓这样子。因为 SoFi 算是一个就比较新的公司，然后突然就涨了很多，然后我觉得它的估值也算是比较贵一点，所以我就把它卖一些了。当然这两个标的的这个增长就带动我们的这个组合呢就有比较大的这个回抽这样子。那除此之外呢，其他的这个持仓呢也是有不错的这个增长，包括了这些巨头们 Meta、谷歌、亚马逊、苹果这个台积电、英伟达都有不错的增长。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台积电的持仓已经增长了100% 多这样子但是呢比较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谷歌了因为呢谷歌之前它有这个反垄断的诉讼，所以它的股价呢就一直比较低迷，所以我就一直持续的去有做投资它的这个动作。然后后来这个川普他就上台就决定说可能要放宽这个监管，还有包括他的自己本身的量子芯片的这个有一些突破等等的利好消息，又把它拉回来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仓位呢也是有不错的一个获利的差不多90多80多这样子的一个水平这样子。所以呢这也是其中一些比较微小的赢家。OK， 还不错的赢家。那讲完了这个赢家之后，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我的这个最大输家到底有谁。那首先第一个最大的输家就是 Palantir， 因为呢之前我在20块的时候就买入了，后来它跌到6块钱，再后来它回归到18块的时候，我就有一点止损，然后就把它给卖掉了，就完美错过了它4倍的这个暴涨所以这个投资人就给我上了一堂课。那其实呢当时候呢我在买入的时候呢，那时候应该是2020还是2021，我有点忘了，就是我没有注意到他公司有那个股权稀释的那个问题。当时候呢他的这个公司呢是连续稀释这个股权，就是每年都有超过 50% 左右的股权稀释，超过2年。然后呢他的业绩呢也开始放缓，以前都是增长差不多 50% 40%， 但后来预计放缓只有10多%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后来我就决定股权又稀释，增长又没有太强，所以我就看了一下它的商业模式，感觉有一点像是咨询的公司多过于很像 SaaS 的这个公司。所以后来因为这个原因呢，我就把它给卖掉了。但是到后来的时候它的这个营收很像有一点提速回来，再加上呢近期这个国际局势的这个升温，就给这家公司带来很多利好。因为这家公司呢是蛮大部分呢是这个国防的这个预算的这个业绩带来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状况就给这个公司的股价就蛮大的一个起飞了。所以呢我在回顾的这一次的这个经验当中，我就发现到自己对一些趋势变化的这个判断是有一点忽略了，所以呢就错过了它的这个暴涨了因为呢这家公司它算是一个大数据的一个 AI 公司嘛那我就后来就有发现到原来这个数据处理跟加密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很多公司呢它愿意把那个数据交给你处理，但是它又不希望你掌控它的那个私密性。Palantir 的这个产品的解决方案呢就可以让你
保护自己的数据的同时呢，又可以把非常复杂的这个数据库呢，实现各种商业和这个军事的这个目的所以呢，它是这个非常强的一个产品来的。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呢，我就错失它了 ，OK， 所以就太早平场但是有这一次的经验呢，让我可以用更加长远的眼光去做出更好的这个投资决策。那第二个输家呢，就是这个 Crocs 那 Crocs 呢，我买的均价是113，目前只有110而已，2023年买的。当时候估值很低，我看它过去的增长也算是还蛮不错，但现在已经没有增长了，就 4%， 惨不忍睹。OK， 我当时候投资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到，我太过注重过往的一些数据。因为当时候在2020那时候居家办公，所以它的这个销售突然就暴涨上来，很多人呢就可以穿得比较轻松一点，所以呢它的这个销售呢变得非常的好，然后它也抓住了一些这个潮流的趋势，所以呢它的这个业绩呢也因为这样的东西带动之下呢就有蛮不错的增长。到后来他收购了一家公司，然后那个公司又没有太大的起色所以呢就公司业绩就停滞不前了。然后这家公司我会投资它是因为我觉得它的估值相对来说比起其他的同行呢是更加的低的，所以我就开始投资它，就忽略了对于它前景的一些判断，所以呢当作是捡了这个烟蒂，所以在这个投资决策当中呢就没有太好的这一个成绩了。OK，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也让我是有所收获的。那当然，我刚刚说的法兰蝶我错过，我觉得我也没有太大的后悔因为呢，它的估值的确是非常的高，也是因为呢，我追求估值比较合理的情况下呢，让我避免很多的一些坑。比如说这个 Adobe， 那当时候呢，它在它股价高点的时候呢，我就把它给卖掉了560块。那现在呢，应该只有441块而已，所以就避开了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也避开了这个 SMCI、AMD 的这些高点OK， 所以呢，这个也是我的一个这个投资策略的一些得失吧，就是有得必有失，但是呢，我觉得我更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得 ，right？ 不过从刚刚的这个投资经验当中呢，我也学会到，投资是要看未来，所以眼光可能要放更加长远一点。更注重未来营收的指引和这个潜力，同时呢，也要关注一下这个国际的局势和科技趋势的一个变化。因为以前呢，就是比较算是 globalization， 现在呢就会比较有一个保守主义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国际局势它就会变得就是蛮重要的，在我们在做这个投资判断里面。然后我的这一个尽量避开护城河受打击的公司，比如说这家 Adobe 的公司，还有包括估值过高的公司，也让我可以有蛮不错的这个收获。所以以上呢就是有关于我在2024年投资的这个最大赢家、最大输家以及我自己本身的一个收获。那接下来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未来的一些机会的一些判断，还有我自己本身的一个规划。那这边呢就可以和大家做这一个，之前我做一个直播，不晓得你有没有参加，就是第6波时代浪潮的这个直播，不晓得当时候你有没有参加。那如果你参加的话，可以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那现在呢我就大概总结一下当时候直播分享的一些内容。那基本上呢我们就有做了这个第6波时代浪潮的时间线，就有做了一些 research。那我们可以看到在2020年呢到2040年呢是第6波红利的这个起点。在过往呢是不同的这个时代的不同他们的这个工业革命跟这个时代的一个革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 AI、IoT、Robots 等等的这个工业革命了。OK， 那我们可以看到过往的这些公司呢，他们在乘上这个时代浪潮的情况下呢，他们的这个业绩呢都是有非常好的这个增长包括在第5次浪潮，那时候是移动网络跟这个电脑网络的这个浪潮，这些巨头们呢，他们的这个股价呢都得到非常爆发性的一个增长。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就是这几家公司，他们的总回酬呢是高达1000多个%，然后年均呢差不多有50多个%这样子。那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个第6次的这个浪潮，就是机器人、AI 模型、算力、数据处理，包括自动驾驶还有物联网等等。那这一次的这个浪潮里面呢，也会让这些有在这个趋势里面乘上这个浪潮里面的这些公司呢，得到非常大的一个红利的。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2010年到2020年的时候，那这些都是移动网络时代的受益者。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候亚马逊
它很早就上市了。那2005年的时候就开通了 Prime， 然后呢 iPhone 呢在2007年的时候面世，然后谷歌呢在2009年的时候推出它的这个云端全家桶，然后在2012年这个脸书上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公司呢，它的这个从2012年这个脸书上市，我们同期来做这个对比的话，他们都是战胜这个大盘蛮多的这个回酬的，所以呢，他们就是踏上这个时代浪潮，然后吃到非常大的这个红利的这些公司。同样的，在第6次浪潮的时候，如果我们搭上这些企业呢，也会有相对不错的这个回酬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更久之前这个微软跟 Intel。当时候是他们独霸全球，他们的这个从1990年到2004年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增长呢也是非常的疯狂的，他们创建了这个差不多2000亿美金的这个电脑计算机的这个市场。然后后来呢，就是苹果跟台积电，他们就是创建了这个移动网络的这个市场，因为后来这个苹果它不再用这个 Intel 的它的那个芯片了，反而呢就是自研芯片，然后找这个台积电代工，包括它手机，包括它自己的这个电脑的一系列产品呢，都是用这个台积电的这个代工的这个芯片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股价呢是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收获。那现在呢来到了这个 AI 浪潮的时代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报告呢就已经指出呢，这个到时候在2032年的时候呢，将会创建1.3个trillion的市场，也就是呢超过1,000亿的这个市场，让这些有在浪潮里面的公司呢去瓜分这些市场。所以呢，这边呢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本身的就是接下来的一个投资规划。所以呢，因为这个趋势浪潮的情况下呢，我自己本身的这个持仓也会随着这个时间变化呢做一些调整的。所以刚刚我已经有和大家分享我的这个持仓里面有什么。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我有蛮多的这个持仓是在这个赚现金流里面的，所以呢，可能我会分配更多呢是去到这个成长趋势的这个组合里面，让我呢可以随着这个浪潮呢得到还不错的一个增长。所以呢，以上呢就是有关于我的这个投资规划但是呢，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千万不要抄功课，因为呢，我买的时间点跟你买的时间点跟你买的那个价格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你抄功课的话肯定是不会得到我同样的这个结果的，所以一定要先学习怎样去选股，怎样去做这个价值的这个判断，才来去做这个投资的动作。好，那我这边最后也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本身的这个投资原则。那基本上呢，我就会有大部分的这个占比呢，在这个科技巨头里面，就是那些大盘。然后呢，有一部分呢就在这个科技革命相关的公司，就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第6波的这个浪潮。然后呢小部分呢就会在其他传统领域做一个分散风险。就是跟科技股是不大有关系的这些公司药厂或者是饮料的等等这些公司这样子。然后第4呢，就是我不管投资什么公司都好，我一定要先去看这个公司的这个护城河，就是呢，客户呢在转换这家公司去到另外一家公司的产品的时候，它的转换成本高不高？这件事情我是非常看重的。那我在这个教学里面也是有提到蛮多怎样去看护城河的一些标准。那第5呢，就是我会专注投资在有获利能力强的这个公司，所以我在投资的时候，我非常看重这个 profit margin。如果今天一家公司它的这个 profit margin 就是非常低，比起同行更加低，又没有太多的增长的话，我根本就不会去看它的，因为我知道就是如果这家公司 profit margin 很高，那它在这个就是市场不好的情况下呢，它都可以很好的去生存，甚至呢可以有更多的资金去抢占别人在市场不好的时候的更多的市场。那第6个呢，就是股权稀释比例也不能够太高，因为我不喜欢这个股权稀释，它就是在割韭菜的割那个投资者的那个感觉所以我更加喜欢公司呢是有这个股权回购的。第7呢，就是不管怎样投资都好都必须要比较以合理的这个价格去买入，所以我会非常去看重这个估值。如果价值空间没有太多的情况下我就会我等它这个价值空间比较多的时候，我才会去投入它。所以以上呢就是我的这个投资原则。然后我们的这个现代价值投策略呢，也是帮助很多学生得到很多实质上的这个财富增长。这边就顺便和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吧，因为呢我们的学员呢也是做出非常好的成绩，
这一位学员 Ken 呢增长了50%，今年也是增长了50%。然后这位学员加入之后呢，也是有增长100多万的这个台币。这位学员呢增长了1000多美金的收益。那这位学员呢在加入之后呢，他的这个年化收益呢也是高达84%的。那还有很多其他的刚刚加入不久的学员呢，也是得到蛮不错的这个资产增长的一个状况。那就顺便简单的和大家做一做这个分享啊，大家也可以看到有蛮多的学员成绩都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课程社群里面就可以看得到他们的这个分享，所以是绝对真实的。OK， 好，那当然讲那么多，其实我们还没有开放招生所以呢现在呢是暂时不开放招生。那如果你有兴趣加入我们的这个现代价值投资课的话，去用这个现代价值投资策略去增长这些财富，像其他的这个学员还有包括像我这样子的话，那你可以先扫码先加入我们的这个等候名单，或者是呢点击影片下方的这个链接先加入等候名单。那到时候如果我们有开放的话，那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就是通知你，让你知道怎样去加入这样子。Alright， 那最后呢，我们就做一个总结吧。今天分享了那么多简单来说呢，第一个就是从2020年开始呢，我们就已经踏入了这个第6波革命浪潮的时代。虽然目前只是一个开端而已，这些乘上浪潮的企业呢，都会吃到非常极大的这个红利。所以呢，如果有投资的话，那自然的就可以反映在你的这个投资组合里面。那第三呢，就是这个领域呢，就包括了机器人AI 模型数据处理、自动驾驶物联网等等。然后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川普上台了嘛，所以川普政策呢，相对来说它是比较支持放宽监管、刺激经济。然后呢，他会升级这个贸易战，他不想其他的国家呢可以战胜这个美国这样子。然后呢，他也非常注重本地本地的一些降低企业税但是呢，对外呢他是比较保守政策的所以呢，对外呢他就打算加征这个关税。那这样的一个政策之下，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就会带来这个通膨压力，因为呢，你今天呢，你就是加征这些关税。那这个关税加征之后，可能那个物品要卖到你的这个本土里面就是进口的物品要卖到本土里面，可能它就要提升它的那个价格了，所以呢就会有这个通膨的那个压力。然后呢，第二个重点就是这个国际局势的升温，因为你一直加关税，很多的国家其实有点不爽，然后你又跟这个中国呢就起开这个贸易战，加更多的这个关税，所以呢就会有这个国际局势的一些升温。那第三个呢，就是因为通货膨胀，所以现在降息循环，在降息的这个循环之下，你又让这通货膨胀回升的话，那你可能就有这个降息的压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会让接下来2025年呢，就是会变得非常的动荡。所以呢，2025呢，美股呢势必就是一个非常动荡的一年但是也是让我们创建了许多的一个投资机会。Alright， 所以呢，我自己本身呢就会坚持定投在合理的价格呢继续买入这些优秀的公司让我的财富呢可以乘浪而上。所以以上呢就是我对于我自己本身2024年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收获、所得，还有接下来打算的一个总结。好了，那么今天的影片就讲到这边了。那希望对你在投资的路上呢有更大的一个启发和学到一些新的东西。那不晓得你喜不喜欢我这样的一个分享方式？那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因为呢，我过往呢都是做更多的是这个动画来呈现，但是呢，动画呢，它制作时间非常的长，非常要花非常多我们团队的这个精力，所以呢，有时候那个信息呢就会有一点过时了。所以呢，我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这个尝试。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记得帮我点赞，然后呢留言告诉我，这样呢我们才继续做这类型的这个内容。那如果不喜欢的话，那我就知道了，我就做回那个动画就可以了。谢谢大家，那我们就下一集影片再见咯，拜拜。